各位听众啊，我們今天講《聊齋》的西湖主啊，西湖主這一篇啊，講一個陳明允這個人啊，河北人啊，他有一次啊，跟他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是個將軍啊，他們家發現了豬婆龍，豬婆龍很少的，是一種圓形的。很名貴、很大只的魚類，很少見。好，那他這個朋友啊，很粗魯啊，就一箭一射，射中了豬婆龍的背啊，把豬婆龍射傷了。這陳明允突然感覺到，這麼名貴的魚類，不可以摧殘它嗎？啊，然後他就來救這個豬婆龍。把這個豬婆龍救起來，還有一條小魚跟着這個豬婆龍的尾巴，它也救起來啊，然後替它醫傷啊，醫治好了啊，那沒有問題了，然後才把它放走啊。他做了這麼一件事情，覺得很安慰啊。OK 好，然後隔了一陣子，他的船翻掉了，當然很危險了哈，翻掉了，結果有非常奇怪的遭遇啊，他跑到一個區域啊，那就是人間洞天啊，這個是茂林中間的，有這個樓台殿閣有溪水，紅的橋，歸家的園亭。香花撲人啊，然後垂楊高闊，花片紛飛，還有魚弦，你曉得魚弦嗎？像我們的弦一樣的圓圓的，所以魚弦一落，我們以為說哇，錢來了，發財了，其實不是啊，魚弦自落啊，這個風景的非常的好，那就是賞心悅目好像。不像人間那個景物那樣子原來是一個非常年輕美麗的小公主啊，她來打獵，她來盪秋千腰很細是吧？然後在盪秋千真是美極了陳明允當然很感動是吧？等他們。這個盪秋千盪完了離開了，他就跑過來，看着這個小公主掉了一面紅巾，紅色的手巾把它撿起來撿起來，就在這個紅巾上面評了一首詩雅戲何人於半仙這些人這是盪這個秋千。好像不是人間而是仙界分明瓊女善金蓮，好像天上的仙女來到人間了。廣寒對女應相度母親凌波上九天真是人間的幸福美滿好像讓我們也感覺到等於上了天一樣的，到了那個幸福的境界OK 好，公主的這個部下又回來了回來找這個紅巾就找這紅巾發現怎麼紅巾上面還寫了詩他很生氣，說你這個家伙，你搞什麼鬼？你撿到已經就不對了。你還敢在這裡提示？我們先把你燒起來！哇，很凶馬上就要動粗他那個船剛剛翻掉，所以很狼狽衣服也是破破爛爛的，也是濕掉肚子又很餓，一塌糊塗。碰着這些人不講理很嚴重。然後有人就把他抓起來，準備要對他不禮貌。然後也有人。就拿着這個紅巾去環抱公主
等一會兒還好，公主有命令來不要驚擾他，大概是看到洪金松的詩也蠻高興的因為做得不錯，是吧好，這算是沒有對他動粗。突然間那個很高貴這個女子衣服這些服裝打扮的都跟與人不同的。這個女子走過的時候，大家不要亂動不要侵犯這位先生就過來問他，你是不是陳明宇先生啊？是啊，我是陳明宇。哎呀，他原來是大恩人他就是朱婆蓉后称尾巴上的那條小魚，他是侍衛長這個朱婆蓉是個王妃，這個妃子地位非常的崇高。哎呀，這大個人當時幸虧你救了我們族譜我們後來一直要報答你，找你找不到。哎呀，今天巧遇了，實在是幸運太好了趕快報告他們的這個妃子夫人然後讓他吃，餓了很久了，讓他吃東西然後這個妃子就是朱婆蓉很感動非常有禮貌的來向他道謝，說好幸運我們找你找了好久，今天找到了你正是我們報恩的時候到了從此他也看着他這個紅巾上貼的詩原來你对我小女也蠻喜歡的，好，我現在就把小女嫁給你好家伙，那就是正中下懷呀，是吧這麼年輕貌美又多才多藝的小公主必然嫁給他了那個生活當然非常的美滿，非常非常的這個理想